放，我担忧难免让人流连忘返。影片开始之前，请先帮我点个赞啦！看完影片有喜欢，可以帮我订阅、开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双人徐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最后一天的香港，我们一早就来深水埗。一早一定要先来吃一个有65年历史的公和豆品厂，也是获得香港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庶民小吃。他们家主要有很多豆制品美食，像是豆花、豆浆，最有特色的也是豆腐。除此之外，也有香港的道地小吃，像是肠粉、烧麦、鱼蛋、萝卜糕等等，选择蛮多的。我们先点了一份细滋堡，有4条肠粉跟6颗烧麦，还有他们特调的咸甜酱油。烧麦跟我们想象中的有一点不一样，是做成像是烧麦的造型，但里面像是鱼丸、鱼浆的感觉，口感 Q 弹，蛮特别的。肠粉走一个没有包料的路线，细细一条，乍看蛮像韩国年糕的感觉，皮也是很 Q 弹，搭配上咸甜酱吃还算不错。我们还点了一份他们的招牌公和三宝，有煎酿豆腐、黄金鱼腐、豆腐。豆腐外表炸的酥脆，有一点像炸臭豆腐的感觉，但是不臭。我自己吃下来是觉得有一点干，可以沾一点旁边的辣酱，口感会多一点辣又湿润的感觉，会比较好吃。黄金鱼腐是我觉得最特别的，鱼腐内部是把豆腐捣烂包在里面，结合了豆腐跟豆腐2种感觉，外皮酥脆，内部软嫩，口感蛮特别的，吃起来很顺口，不会太干，我非常喜欢。豆腐两面煎到金黄，看起来是很可口的，豆香很香，豆腐也很嫩，是一个很家常会出现的煎豆腐的感觉。当然不能错过的就是豆腐花，也就是豆花。豆花送来的时候是没有加糖的，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加糖。豆花不是走水嫩路线，是更扎实一点的口感，上面的砂糖真的很加分。如果还没有完全融化的砂糖，入口会有沙沙的颗粒感，增加了口味上的层次。我觉得它就真的蛮像我们台湾会有的那种豆制品店。对，台东不是有那个就是专门做那种任何豆制品的食品在这里。我觉得它的豆花是不错，虽然台湾有蛮多厉害的豆花，但我觉得它的豆花就是很单纯的豆香的味道。豆花是你自己加那个砂糖，桌上有一盘。那我蛮喜欢，就是砂糖还没有完全融化，你在吃豆花的时候会微微咬到那个颗粒，烤烤的感觉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蛮喜欢的是我们后来点那个3拼。里面有一个那个鱼腐，那个真的蛮好吃的，就是鱼浆跟豆腐的混合体，我觉得蛮不错的。旁边都是香港人在吃，所以这真的是他们蛮道地的早餐，因为就是7点开。肠粉的话，我觉得会有一点偏甜，可能是因为它有加那个甜面酱，他们的甜面酱真的是有在甜的。但是我觉得肠粉还是蛮 Q 的，虽然它不是那种加料的肠粉，可是我觉得就是会有点像吃年糕的感觉，这间还蛮不错的，蛮推荐大家来吃看看。吃饱之后，我们就要来这一次香港最硬的行程，没错，就是要去前深水埗配水库。从深水埗走过来，大概5分钟就会到达入口，没错，只是山下的入口。入口这边就会贴有参观配水库说明，像是有 QR code 可以扫描观看入场的名额、余额，还有开放参观的时间等等，有一点点隐秘，大家走来的路上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好啦，做好心理准备就要开始爬山了。一路上都是楼梯居多，我觉得不算是太难爬的路，只是真的都是笔直向上的楼梯。我这种体力超差的，真的是需要爬停休息一下。大概爬15分钟左右就会来到配水库的入口。入口处会写着还可以进入的人数余额，如果里面额满了，可能需要在外面稍等。进来之后还要再爬一小段楼梯，没错，这时候一定要用意志力爬完这段。走上来会先看到这样的景，哦对，可能会稍微疑惑一下，哈，这是什么啦？其实继续沿着楼梯往下走，走入地面之下，眼前出现成排整齐的列柱。抬头仰望就是壮丽的大型拱顶，是不是很像什么远古文明的宫殿？看到这画面，当下就觉得好啦，爬15分钟是值得的。前深水埗配水库是20世纪初九龙重力自流供水计划的一部分，是早期提供九龙半岛饮用水的重要设施。后来因为人口增长，水井不敷使用，加上也有新的供水系统，
1970年就停用了，但因为它在历史上具有深刻的意义，所以它也被列为一级历史建筑。在2024年的8月份也开放自由参观，有来香港玩的朋友体力上 OK 的，可以安排来参观一下咯。爬完山一回到山下，我马上先到便利商店买个饮料，真的差点爬到渴死。我一定要跟大家大推这一款柚子乌龙，柚子的香气很够，搭配上乌龙很有清香的感觉，整体是微糖，不会太甜，重点是它喝起来就像是手摇店卖的饮料，真的很好喝，非常解渴。紧接着我们来到深水埗芙蓉街，也被称为玩具街，顾名思义就是一条充满玩具的特色街道。这里有各式各样的玩具店，穿梭在商店跟摊档当中，你会找到各种玩具跟公仔，像是如果热爱托米卡的朋友，这里也有很多香港独有的款式，喜欢收集的朋友很适合来这里挖宝一下。继续沿着北河街往深水埗 A2 出口方向，就可以来到很有名的生龙饼家，是专卖各式怀旧糕点的店。站在店门口，除了有一盘又一盘的糕点，重点是会闻到一股很怀旧很香的饼味。我这次就买了一块白糖糕来吃吃看。白糖糕是清甜微糖的风味，质地很绵密，而且口感上会有一丝一丝的感觉，是一个蛮适合买一块来解馋吃一下的甜点，我自己是蛮喜欢的。接近中午时分，我们就来到附近这家番茄师兄，在 Google 上意外发现这家评价非常不错。点餐的方式是一人画一张点餐单，先选自己想要的主食配料，牛、猪、鸡、鱼都有。有些餐点已经配好有滑蛋，选择蛮多的，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挑选。选完配料就可以勾选汤底，主要有番茄汤，有加咖喱的番茄汤，或是干的捞面。再挑选想要的面底就可以咯。我这次点了一份滑一滑加番茄汤底，送上来我真的先被浓郁的番茄味惊艳。这个番茄汤实在有够浓郁，是超浓稠派的番茄汤，完全可以感觉到是用大量的番茄熬制而成。牛肉的部分看起来是比较干柴一点，不过吃起来实际上是蛮嫩的。这个滑蛋不只是看起来很好吃，实际上吃起来也是很幸福的感觉。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滑蛋，但真的好好吃。另外我选的这个大光面，口感蛮像泡面的，面是有 Q 度，重点是面条都有8副到番茄汤，非常有味道，很好吃。木一阳点的是团团圆圆配咖喱番茄汤底，肉的分量不少，猪颈肉吃起来是有弹性嚼劲，没有什么猪臭味。猪五花虽然看起来油脂比较多，但搭配上咖喱番茄汤底一起吃，完全没有油腻感。重点还是这个汤头，多了一点咖喱的微辣香气，跟番茄搭配的非常好，是一个会让你觉得哦，原来番茄跟咖喱在一起是可以这么搭的感觉。通粉的口感比大光面更好，除了有8副到番茄汤底的味道之外，小小一颗一颗的口感真的会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。我觉得算是蛮有特色的料理，它是以番茄汤底的面类汤面。我先说，我觉得我的那个番茄汤底，像我是不敢吃番茄的人，我觉得这个汤底我很喜欢，因为它就是有番茄的香气，可是你吃不到番茄的那个本体，可是它是已经很有那个番茄泥的感觉。然后搭配上面跟滑蛋一起吃，真的很好吃，而且它是很浓郁的番茄汤底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厉害，蛮开心。我有选到通心粉，因为它其实那个通心粉配那个番茄汤底，你会一直想要挖来吃，一直吃。汤底是有多了一点咖喱口味，会微辣，所以就是咖喱的香气是很够，因为它不会把它一开始就拌在一起，所以你可以先看有一边是没有咖喱的，你可以先喝喝看原味。然后你之后再把它拌在一起，其实2种味道都可以吃到。觉得这也是一间会让我想要再来试试看它其他料理的店，会想要2访的店。没错。吃饱之后就在深水埗周边逛逛。如果是跟我们一样喜欢复古玩具的朋友，这家文化屋杂货店千万不能错过。一进门就会先感受到满满的复古情怀。贩售的物品以古物珍品、日本选品居多，新旧二手都有，很像是一个宝藏店，可以挖到有的没的酷东西。也有一些日本、欧美选品的服饰包包，虽然这家价格都不便宜，但是如果跟我们一样是爱收藏小东西的朋友，这家你应该会很喜欢。由于我们最后一天是下午的飞机飞往台湾，所以中午我们就坐车来到机场。如果跟我们一样想在离港之前再吃一点港式风
情的美食。在过海关之后，11号登机口附近有一个往下的楼梯，会看到麦当劳的标志。这里有一间敏华冰厅，像是三宝饭、叉烧、烧鹅饭、通粉、公仔面、牛肉饭等等。我们点了一份黯然销魂饭，看起来分量不多，但是有蛮多块厚切的叉烧。流心荷包蛋，厚切叉烧肥瘦适中，带有一点点甜味，咸味会多一点，咬下去会微微的爆油脂。流心蛋液配上泰国米一起吃，这绝对是我最喜欢的搭配。虽然这一碗不到销魂，但绝对能够感受到满满的港味。另外还点了旭日炒粉面，就蛮像干炒河粉的感觉。河粉收汁的很刚好，完全是吃得到条条分明河粉的感觉。但感觉是用酱油底炒，蛮咸重口味的。不过真的是一个算是堪吃的炒河粉啦，而且在这里内用还有这一片飞机风景可以看，真心推荐大家离港之前可以来这里填饱一下肚子再走，当然还是要注意登机时间哦。最后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如果跟我们一样来香港没有特别去迪士尼的朋友，在机场免税区也有很大间的迪士尼商店，如果是达菲迷，这间有满超多的达菲周边，真的会疯掉。还有前阵子很红的脑筋急转弯2新角色的周边也都有，真的跟我们一样脑波弱的会不小心在这里大败家，真的要特别注意了。总之，如果登机前有时间又想把港币花光的朋友，这一间超适合啦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并开小铃铛，我也会持续分享国内外好玩好拍的景点以及好吃的美食哦。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看更多美食旅游的分享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